你敢不敢相信，亚洲基建最强的城市，既不是东京，也不是香港。东京有全世界最密集的轨道交通，新宿站一天上下车人数超过350万，复杂到本地人都经常迷路。香港有全世界最极致的垂直城市，一个九龙站上盖，商场、住宅、酒店、写字楼全塞在一起，像一座竖起来的城市。但如果我要说，在系统性、前瞻性和执行力这3个维度上，新加坡或许已经把这2位甩在了身后。这不是因为新加坡钱多，1965年建国时，它连淡水都要从马来西亚进口。它唯一的优势是，它是一张白纸，而这张白纸上画出来的基建蓝图，今天正在重新定义什么叫世界一流。先说规划，东京和香港的基建本质上是打补丁式的。东京经历了关东大地震、2战轰炸，城市是在废墟上一次次原地重开的。香港受限于山地地形，只能在有限的平地上拼命向高空和地下要空间。但新加坡完全不同。1965年建国时，它一无所有，没有自然资源，没有腹地，连淡水都要从马来西亚进口。但正因为是一张白纸，它才有机会画出最完整的蓝图。2025年12月，新加坡市区重建局正式通过了总体规划2025，这是指导国家未来10到15年发展的法定土地规划。为了这份规划，当局进行了长达2年的公众咨询，接触了近22万人。在新加坡，规划是有法律效力的，地铁建到哪里，祖屋、商场、学校、小贩中心就同步跟到哪里。对比一下，东京的轨道交通由10几家私营公司各自为政建设，线路之间换乘可能需要出站再进站，重新买票。而新加坡的地铁网络是国家统一规划，每一站的位置，每个出口的连接，每座上盖物业的功能，全部写在蓝图上。一个是市场驱动，一个是国家战略，谁更高效？数据表明，新加坡的土地开发率高达 67%， 而香港仅有约 24%。 同样的土地约束，新加坡用规划把效率推向了极致。说到 TOD 公共交通导向型开发，很多人会想到东京的涩谷站或香港的九龙站，但新加坡的 TOD 是另一个维度的存在。东京的 TOD 核心逻辑是商业效率最大化，车站就是商场，商场就是车站，一切为了把人留下来消费。香港的 TOD 核心逻辑是土地价值最大化，港铁公司用轨道加物业模式，在地铁上盖建豪宅、建商场，用卖地收益反哺地铁建设，无需政府长期财政补贴即可盈利。但新加坡的 TOD 核心逻辑是社会资源分配的最小单元化。新加坡把全岛分成23个新市镇，每个新市镇的中心就是地铁站，以地铁站为圆心，400米步行范围内必须配置祖屋、超市、诊所、学校、小贩中心、图书馆。更细致的是，从祖屋楼下到地铁站，全程都有遮雨连廊。新加坡年均降雨量2400毫米，但你可以做到几乎出门不撑伞。这不是开发商做的，而是国家规划。建屋发展局和陆路交通管理局的规划是同步的，地铁站通车时，旁边的祖屋就同步交房。所以可以这样总结，东京的 TOD 是私铁公司做的生意，香港的 TOD 是地铁公司做的生意，而新加坡的 TOD 是国家做的战略。在新加坡， TOD 不是开发商赚钱的工具，而是国家用来消除贫富空间隔离，实现社会资源均衡分配的抓手。新加坡 TOD 的终极目标不是让你坐地铁更方便，而是让你不需要长距离通勤。通过在每个 TOD 节点布局高质量的公共住房和办公园区，实现住在楼上，上班在隔壁，吃饭在楼下。面对老龄化社会，这种减少物理移动的基建思维，比东京那种把车站变成迷宫般的商业巨无霸更具前瞻性。东京和香港的基建，你大多看得见摩天大楼、跨海大桥、复杂的地铁网络，但新加坡最厉害的基建藏在地下。新加坡正在建设的深隧道排污系统第2阶段，全长约100公里，是一条地下污水超级高速公路，污水全程依靠重力自流，无需泵站加压。截至2025年6月，2期工程已完成 77%，
这意味着新加坡把水资源的收集、处理、回收全部整合到一个地下系统中，处理后的水变成新生水，通过微滤、反渗透和紫外线消毒，达到可直接饮用的标准。这项技术从1970年代就开始研发，半个世纪前的布局，今天才见成效，这就是前瞻性。不止排污，新加坡已经建了约300公里的地下隧道网络，用于地铁、道路、水务、污水和电力系统，未来10年还要再增加约60公里。在其他城市，煤气挖一次，水管挖一次，电缆挖一次，地铁再挖一次，各挖各的，马路永远是工地。但在新加坡，一次性全部埋进去，上面盖公园、盖商场、盖房子，这种地下空间统筹规划的能力，东京和香港因为历史包袱难以企及。如果说东京最让人佩服的是商业活力，香港最让人震撼的是极端密度，那新加坡最值得认真看的是它怎么把基建变成一种民生分配工具。 TOD 很多城市都在讲，但不少地方做到最后，结果是站点周边更贵，商业更集中，资产更值钱。新加坡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HDB 新市镇本身就和 TOD 高度绑定，也就是说，交通便利，学校、诊所、巴刹、Hawker Center、公园和社区设施不会只优先落在最昂贵的核心区。它当然不是绝对平均，不同市镇成熟度也有差异，但它确实降低了一种很常见的情况，就是只有住得起最贵地段的人才能稳定享受高质量城市服务。你看大巴窑、义顺、榜鹅这些地方的发展阶段不同，但基本公共交通和日常生活配套不会完全失衡，这就是规划在做分配。榜鹅数码区又把这件事往前推了一步，它不只是让人住得近地铁，而是把大学、产业园、就业机会和住宅一起放进同一个片区。这样做的意义在于，城市不只是把人运去别处上班，而是开始尝试把工作、学习和生活放得更近。对下一代新加坡人来说，这关系到通勤结构，也关系到就业机会和生活质量。再看国家级项目，大使港和樟宜机场扩建表面上是宏大叙事，但最后都会回到很现实的民生层面。港口效率影响物流成本，机场吞吐影响企业布局和区域连接，背后对应的是就业、物价、税基和经济韧性。换句话说，这里的基建不是摆设，它本身就是生产力。也正因为这样，新加坡的规划优势不只是效率，而是效率和分配一起做。当然，这套模式有代价，前期投入高，维护成本高，很多事情依赖强协调，空间选择也未必像更自由的市场城市那么多元。但如果把效率、公平和长期确定性放在一起看，新加坡确实更接近一套成熟而且稳定的城市治理样本。你认不认同基建也是社会公平工具？这个说法也欢迎直接在评论区反驳或支持。所以，为什么说新加坡的 TOD 和整体城市规划在亚洲特别强？不是因为它每一项都绝对第一，而是因为它把最容易互相冲突的几件事尽量放进同一套长期安排里。土地、住房、交通、水、安全、产业，不是各做各的。东京很强，香港也有自己的韧性，但新加坡更像一台持续更新又尽量减少内部冲突的城市系统。真正最难复制的，往往不是技术，不是会不会挖隧道，不是会不会建地铁，也不是会不会盖港口。最难的是，一个社会愿不愿意为了10年后的稳定，今天先付出预算、协调成本，还有施工带来的不方便。如果你认同这个角度，评论区告诉我，你觉得新加坡模式最强的一环，到底是 HDB、MRT、水务系统，还是整体治理能力？你如果想看下一期，我也可以继续做新加坡为什么能把 HDB 和 MRT 配得这么紧，或者大使港到底改变了什么？记得订阅频道，下一期我们继续分析。